警察快来了，快跑！警察快来了，快跑！哎，新的学生吧，学费贵吧？找人结婚吗？移民吗？突然要 rap 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 Elaine， 我是 Anne， 我是 Gloria。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聊一聊我们在加拿大留学生活这些年遇到的奇葩的人和事。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你们的小故事了吗？太多了。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我之前在上学的时候一起做 teamwork， 我遇到过最奇葩的一个队友。那时候大家分组了之后，让选出一个 leader， 我们就选了那个女生。等我们的 presentation 都讲完之后，老师让她给每个组员去打分，她真的不声不响的给所有组员都打了2分。她跟老师的解释是说，因为其他人写的那个 part 都不行。我上学期还遇到了一个，他就是那种可能到了 due day 了，他还是没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会在群里问那种最 basic 的问题。我们的 topic 是什么？然后对，然后他分到他的 part， 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他问那些问题让你很火大。但是我比较佩服他的一点就是到最后 presentation 那天，他的 part 是吗？他做的非常好。所以这是天才型选手。我就本来想给他打低一点的分，但我感觉他就是完成的很好，所以我还是给了他很高的分。我觉得 teamwork 这种东西，分组大家玩的好也不是太好。有一次我们组玩的太好，然后呢meeting 嘛，meeting完了，哎呀好累呀，然后你就去唱歌了，唱歌完了又去喝酒，喝完酒之后，然后第二天要交作业，哎呀，就差一点没把它都整合到一起呢。然后果然分数就不是特别好呢。但是我们谁也不怪谁，玩都是大家一起玩的，都很快乐。读书的这些年的经历里面，我遇到过最奇葩的一个老师是一个老爷爷，就很固执。他的课是全程他不用 PPT 也不写板书，就是口述让你记笔记。就传说中调酒那个。我跟你讲那门课那很多专有名词，是不是？就不懂哎，你知道我全篇我就记了一个词，还是教 why。关键是他也没有教材，就是你不能提前知道这节课讲什么。没有，就感觉我的人生都遇到了瓶颈。他的课一般都很长时间，基本上2个多小时、3个小时。当时我记得我盯着我空白的纸，整整3个小时。他所有的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一般这种大的考试，它都是 pop quiz。期末还跑，这个比较，这个是的，比较而且期末考试都是 pop quiz 的。期末厉害。大家遇到这样的教授，就真的求助你的学姐和学长们吧，因为我当年就是靠着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笔记活下来。不知道大家上网课都上的怎么样啊？这个教授呢，他就要用 Google Classroom， 然后他所有的 assignment 和整个的 lecture 什么的，你一看就是从上个学期硬扒下来的。他就没有做过任何的修改，连 assignment 丢的日期都是以前的，就非常的不明晰。然后大家就有很多问题，然后每次上课呢，大概前3个小时，大家都在问问题。那个 assignment 要丢了，但是他因为不清晰，所以大家没有交。然后等到那天上课，有个人提出来说这个 assignment 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会反过来问你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早点跟我讲呢 ？I can't believe it， 我都是惊呆了，你知道吗？还有这么脸皮厚的，你自己的工作你没有做好，你反而怨你的学生给你提出来，你还要怨你的学生提出来的晚，这是什么逻辑？我就是不懂。一般都用 Zoom 对不对？但是他说 Zoom 就是 not secure。对，他也不告诉你为什么，他就说哦 not secure， 他就让我们用 Mixer。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Twitch 对不对 ？Twitch 是看直播，对不对？打游戏。Mixer 这是另外一个平台，这都是打游戏的。他让我们在 Mixer 上交流，我真的是一时无言以对。还有什么学校发生？还有一个不是奇葩，我不觉得这老师奇葩。我们的老师有好几次带着他的金毛来了，好可爱啊！超可爱，金毛特乖。有一点无法集中注意力上课了。我还遇到过上课带孩子来的老师。我是偏带孩子的同学。带孩子。哇，这有点厉害。我上了一门数学分的一门课，也是70多岁的老爷爷，就是讲的不是那么生气蓬勃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突然他就走到了那名学生之前，说：“你要不要把你电脑上的东西放出来，给大家一起看一看？”你们猜那个学生在看什么？I only have one thing in my mind。觉得大概就是你会想到的那件事。哇，整个教室当时就清醒了。胆子太大了。对，胆子超大的。后面的人能看到他的屏幕。不知道，可能觉得大家一起一对。我的天！我真是没碰到。震惊了！我见过上课打游戏的，我没见过上。想起来一件事，那时候我在打工，就很晚下班，大概就11、12点的样子。然后我就解锁车准备上车，这个时候有一男一女就直接进到了我的后座上，同时有一帮人大概3、4个人开了对面一辆车上跑掉了，然后就是很慌张。然后这2个人呢就喊说快开车，快开车。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在拍电影是吗？我说这是我的车，你们现在下车。我整个人我都是
懵了，我都一男一女嘛，那个男的就突然回过神来，然后就看着我说：“哎，不好意思，上错车了。”这两个人就下去了，一边下去还一边喊什么：“警察快来了，快跑！警察快来了，快跑！”我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然后我就上车走了，然后警车就马上就过来。我刚来上学的时候，你想18岁嘛，走在路上，然后路上就一个白人的老头儿就把我叫住了。老爷长得挺和蔼，他跟我说什么我就在那儿听，加上当时也听不太懂，但是抓住了几个关键词。哎，新手学生吧，学费贵吧，找人结婚嘛，移民嘛，人家给你推荐，我都惊了。就这么说，我还想起来一件事，就是之前我有一次被开罚单，就是因为超速嘛。我被 pull over 之后，然后这个警察给我开了一大堆，就不光是超速，包括鸡毛蒜皮，整整2张纸的罚单，大概2000多刀吧。然后那个警察就跟我说：“你去 dispute。”有点在暗示我。然后我 dispute 之后，那个警察并没有出庭，他想告诉我说：“你去 dispute， 我不会出庭，这样你也不用付这些钱。”我觉得他当时就是想暗示我这个意思。那他为什么要开？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他们有指标，真的可能他们有指标，或者是干什么的。我还遇到我有一个女生朋友，以前她也是不知道是超速干什么，然后被人 pull over，然后呢，这个警察就问她要号码，然后她给了。然后这个警察就说：“哦，那次就放过你吧，咱们有空再 hang out 一下。”对，然后真的要到了号码，就是感觉他们这交警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生意。大家不要违章，但是如果遇到这么变态的、特别奇奇怪怪的一些罚单，比如说2000多的这种，对，月经的这种，大家就去 dispute 就好了。对，说到 dispute， 有好多留学生可能不知道这边开了罚单，你可以去跟法庭据理力争一下。对，你在这边上法庭好像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超正常。对。我刚来的时候，中文只知道 Chinese， 那时候就还在上 ESL。刚来的时候，放学回家，车站有一个人过来问我 ，Do you speak Mandarin？ 然后我说 No, I only speak Chinese. No， 不是，我说 No, sorry。然后我就问他 What is Mandarin？ 然后那个人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说中文。本来我觉得之前真的没有学过这个 Chinese Mandarin， 还有 Cantonese 的区别。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吐槽呢，也不是想要吓唬大家什么，只不过对，就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经历这些事情，能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吧。出国留学都保护好自己。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去点击订阅按钮，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分享、评论。好了，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让我们再次谢谢 Chris 于同学。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就是右的那种，右的人。我昨天写了一段 rap 呢，还哎，给大家念念吧，念一下，给大家念一段 Chris 的 rap。对，不要本期花絮。哇！我要拿着拿着要 rap 了，由 Chris 写词啊。哟，2020，冷冷的夏天，天天在家，好像蹲监房车中跳大发期间，傻队友原地生天。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我觉得是我丢人。